朋友們，大家好！現在我正在德國科隆家裡，我覺得家裡的那個氣溫肯定有32度，而且沒有空調，只有一個電扇。外面呢，陽台上陰涼的地方高達42度，這就是今天的氣溫。明天最後一天有35度，然後呢，禮拜一就涼快下來了。但是過去這一段時間呢，熱浪袭擊整個，特別是西歐地區，对吧？什麼法國啊、西班牙呀、德國啊，還有其他的這些国家。德國有些地方今天還有42度，史上第一次。所以整個熱浪，我覺得與全球變暖也有關係的。因為前幾天在中國的什麼塔里木盆地啊，降了3天的豪雨，对吧？我認為真的是這個全球變暖導致整個氣候就亂了。我們回到德國，太熱了，太熱了。德國大部分家庭啊，90%幾的家庭都沒有空調。在德國有一款中國美的公司的，而且是基於歐洲市場開發一款空調，它是免安裝的分體式空調，原來是800歐元的，現在炒到多少呢？5000歐元。人民幣4萬塊錢，而且缺貨，沒有貨。原來800歐元我就覺得很貴了，因為800歐元就是6000多塊人民幣了，對吧？在國內最好的格力分體式的也就是3000多塊錢，對不对？但是這個6000多在德國既然沒貨，由原來800一路炒到比如說1000多、2000多，甚至呢到5000歐元。我心裡想，5000歐元都可以買一輛什麼柳州50宏光那個電動車了，對不對？我從巴西回來之後，整個人狀態都不好，我就覺得得了流感。可能在飛機，也可能從法蘭克福機場到我科隆家裡的路上，一個是太熱了，我受不了；也可能是在飛機上面人員太密集了，然後空氣呢比較混濁，所以呢我被感染了那個病毒。反正我整個人都不好。一個是我頭暈，現在還暈，我剛才還那個吃了阿司匹林片，然後我整個人嗓音是變化的，不像平常的正常的情況。還有我在另一個視頻說了啊，我就是從6月25日那天差不多到家開始舟車勞累啊，6個多小時從法蘭克福機場到我科隆家裡180公里，花了6個半小時。在路上的時候，我就感到我的心口啊隱隱作痛，我平生第一次。又考慮到我的家族啊沒有心肌梗塞這個病史，應該不是心肌梗塞，那就是舟車勞累，或者呢是確實的我太熱了，太熱了。你們知道嗎？或者你們相信嗎？德國有不少火車甚至呢沒有空調，還有些那個公交車也是沒有空調的，有些地鐵也是没有空調的。加上呢，我從法蘭克福機場回那個科隆路上坐第一班那個輕軌，它是沒有空調的。第二趟火車有空調，所以導致了我整個人呢被熱瘋了。因為即使在機場裡面也是很熱，特別是你進到那個沒有空調的公共交通工具之後更熱，就像蒸籠一樣。德國火車就因為一個是熱，另外一個呢，它在更新軟件的時候可能呢出了一個 bug， 所以導致了德國鐵路全國不管是貨運還是客運火車全部停運超過2個小時，然後呢才慢慢恢復。我第二天到的法蘭克福國際機場，我需要坐德國的火車，所以呢整個過程，因為在另外一個視頻我說了，這裡就不重複了，導致我整個回家的路特別的漫長耗時。但是今天我本期節目重點要講的呢，就是德國的空調，因為太熱了，不管法國也好，西班牙也好，是德國也好，大家都在搶購空調，貨源不足啊，所以就脫銷。脫銷的話，物以稀為貴，那這個空調就嗖，價格往上漲啊。前面說了，美的開發基於歐洲的那款免安裝的分體式空調，從800歐元炒到5000歐元，4萬人民幣。說出來你們可能都不相信啊，怎麼會那麼貴呢？
在這裡，有的人說啊，你在歐洲，你在德國，你賺歐元花歐元不貴呀，5000歐元不貴呀。可是啊，朋友們，在德國中位數的收入是2500歐元左右，也就是他買這個分體式的空調要足足花他2個月的收入，2個月的工資，不吃不喝。那你們覺得是貴還是不貴？買這樣一個分體式的空調，本來在中國就是3000多塊人民幣，最貴的，對吧？便宜的，比如說像小米1600，我看了啊，在網上我看了，1600還包安裝。貴的格力可能2000多、3000多一點，對吧？這是頂級的了。我想在縣城的人，可能1個月3000塊、3000多吧，也就是你買最好的格力的，你就花1個月的工資。如果你買那個小米，你就花半個月的工資就可以買一台空調了。但是在德國，你足足要花2個月才能買一台空調。你說是貴還是不貴？那有的朋友會問了啊，在德國那空調擁有率怎麼那麼低呢？說起來大家可能不信啊。一個是這個熱浪不是每天都有，每年現在可能越来越多了啊，這個頻率越來越高。但是即使這樣，可能每年熱得受不了的，那就是10天半個月。原來一般來說啊，它就是正常白天可能是25度，晚上15度左右。其實非常舒服。阿尔卑斯山以北用空調的那個幾率以前是不高的，但這幾年氣候變暖，它整個極端氣候越來越多，安空調的德國人，想安空調的德國人也會越來越多。比如說，我認識一個德國朋友，我發了一個是中國一家農民幫豬圈呢安了空調，還有電扇，這樣一個短視頻，我轉發給了我這個德國朋友。還發給了另外其他德國朋友。我說，其實我挺眼紅中國的豬，這樣調侃。然後一個德國朋友說，他說不用眼紅，我4年前就裝了這個空調了。我心裡想，真的好羨慕啊，這個人4年前就裝了。但是出於好奇，我就問了他，我說我聽說啊，在德國裝一個分體式空調，一個機啊，要大概2500歐元左右。我說像你這樣花多少錢，可以告訴我嗎？他說他是裝了1個主機，2個那個分體式的空調，2個相當於每個房間1個分機。他說一共花了4800歐元，是一家公司幫他安裝的。朋友們，4800是4年前的啊，現在肯定超過6000歐元了。如果是現在6000歐元，68 48000，就48000塊。如果是當時的，也小5000歐元，也差不多4萬塊人民幣了。這就是德國裝空調的那個整個成本啊。其實買空調呢不是特別貴，像這樣1帶2的，我估計呢在德國可能是1500歐元左右。安裝費1台要1500歐元，2台要3000歐元，所以加上呢他說花了4800歐元。那這個價格，雖然我不願承認啊，但是按照德國市場，它的價格是正常的啊。1拖2花了4800歐元，是我這個德國朋友親口對我說的，所以呢特別可信。如果大家不信，你真的可以問豆包，德國空調從購買到安裝多少錢，絕對他會告訴你，平均1帶1 2000到3000歐元，因為我查過了，我知道。所以認識了我德國這個朋友告訴我的，他說1帶2 4800歐元。就剛好在說的這個價格的中間，這就是在德國安裝這個空調的高額費用。還有另外一種移動的、散熱的，也和制冷的在一個那個身體裡面，然後呢，它是通過一根大概10公分直徑的一個管子，那種塑料管，然後呢，從比如說窗口啊，或者是從那個門口把它熱氣排出去的。這種呢，一個是特別響，另外一個它的制冷效果其實不好，不如美的開發的那種免安裝分體式空調，因為它把全部的東西幫你準備好了，你只要搬回家，然後呢，把那個外掛機把它掛在外面，不用你打釘，你直接可以掛在窗台上面，不會掉下去。據說啊，這個東西賣得特別火在歐洲，所以呢，這個產品經理他在基於歐洲市場開發的，他在德國斯圖加特，因為他知道本地的市場怎麼樣，本地需求怎麼樣，開發的這個人呢，為那個美的
賺了很多錢。還有另外一個，德國空調那個普及率為什麼那麼低？雖然我們很多人想安裝，但是出於各種原因不能安裝，不准安裝。在德國，什麼人可以不經任何人同意，可以這樣說吧，可以安裝，只能夠是獨棟別墅，而且附近呢沒有其他鄰居可以聽得見。如果是安裝了外機，那個噪音他聽不見的，沒有人投訴的，這情況下你可以安裝。然後呢，還有一個前提，你的房子又不是最新的，你打了一個洞，在牆裡打個洞，對你的房子的氣候保護那定級別的啊，比如說環保1級、2級、3級的，如果你打了一個洞，你原來環保1級的就馬上沒有資格了，然後你各種費用會增加。如果你的房子是最新的，你打洞也不行，那你的房子馬上就贬值。那只是老的房子，你自己的啊獨棟的可以安装空調。像我们這棟樓，因為我們是公寓樓啊，在裡面也不算公寓樓，就是我們業主住在裡面。然後這棟房子有40多戶，如果你想安裝這種分體式的空調，因為那個外機要掛在外面嘛，要經過所有業主同意，沒有人反對你才能安裝。也就是說，我偷偷安裝不可以嗎？同志們，不可以，因為影響了房子的外觀。然後呢，剛才說了，如果你的房屋是比較新的，即使你想安装，你打一個洞，你就會失去一些這個房子是節能減排的那個特權，滿足不了，所以接下來成本也很高。另外一個，如果你是租房族，即使你想自己花錢安裝也不行，即使房東同意了，但是鄰居你安裝了，鄰居反對，他投訴，那你得老老實實把它拆掉。他說噪音影響我了，即使我放在我的陽台上面，人家也看不見，但是他硬說那個噪音太大了，影響我休息，你也只能拆掉。就這樣子啊，有很多很多條條框框，導致了在德國你想裝空調也沒有空調的自由。這就是為什麼在歐洲很多國家想裝空調，一個是裝不起，一個是不能裝。裝不起是因為太貴，一台空調2500歐元，折合人民幣就2萬塊。然後呢，像這個在中國，比如說小米的是1600，而德國人是2萬塊。但是德國人的收入沒有中國人收入11倍那麼多呀。還有另外一個原因，朋友們，這種匪夷所思的，為什麼德國沒有窗空的自由？還有另外一個，那就是被道德綁架，政治正確。所有這些東西，我發現呢，德國還有法國一些白左都上升到意識形態，上升到政治正確。為什麼？因為安裝空調是不環保的，對氣候不好呀。德國人要拯救全球這氣候，所以呢，再熱也好，有些那個法國的白左也好，他們也說，我們再熱也好，也不能裝空調，因為裝空調就會破壞氣候，就會破壞氣候保護，破壞我們偉大的那個拯救氣候的事業。像這種東西，病入膏肓了，自己又熱得差不多要死了，還想到所謂的環保，所謂想到的氣候保護，這就是德國還有歐洲某些人，因為他們這好日子過得太久了，根本就不知道人是為什麼活的。我就想起了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的時候，那時候因為德國出於政治正確的需要，或者是跟隨美國的需要，對吧？制裁俄羅斯能源，不要那個俄羅斯的天然氣，而花4到5倍，当時啊是4到5倍的價格買從美國進口的液化天然气，而不要那個從俄羅斯這樣運輸過來的管道液化氣，花數倍的價格從美國進口液化天然氣。當時德國人說，因為他們認為啊政治正確，对吧？而且他們認為站在道德制高點，所以呢要制裁俄羅斯能源。然後當時是冬天的時候，2月份，對吧？還比較冷。有些德國人在評論區說：“我寧可穿5件冬天的夾克，在沒有那個暖氣供應的房間裡面這樣待着，也不願意要俄羅斯的那個天然氣，不用取暖，寧可穿5件夾克。”或者德國那個綠黨政客不是說啊，你們不用天天洗澡，你洗身體幾個部位就行了。大家還記得這個梗吧？對吧？
所以你看，碰到這個裝空調，現在也是上升到這個意識形態，上升到政治正確這個高度。你說像這樣的歐洲人有多腦殘，有多傻逼，對吧？我反正認為他們這樣是傻逼的，我不知道你們同不同意。所以啊，既然他們都這樣，你說你整個國家怎麼往前發展？都這樣腦殘的，這樣的政客那麼多，而且這樣的政客甚至沒有任何執政經驗，也可以領導一個國家，這才是可悲的地方。連裝個空調都要上升到那個環保的高度，還要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。你說這樣的國家，這樣的那個歐洲大陸還有救嗎？還有，在中國安裝一個空調，一般這個安裝費是廠家送的，對吧？只不過安裝的時候可能那管子要更長一點，它是按米收費。還有呢，可能在牆打個洞，它也收費，一般是100塊，好像人民幣。但是你們知道嗎？在德國，為什麼安裝一台這種分體式空調要大概2500歐元呢？最貴要3000歐元，是因為啊，安裝費實在太貴了，大概是1500歐元左右。他買那個空調的費用大概是800左右，也可能1000的，也可能700的，反正就800歐元左右。但是安裝費要1500歐元左右。還有打一個洞，就在牆上打一個洞。因為那個外机那個管子要插嘛，要接嘛，對吧？要在牆上打個洞，多少錢你們知道嗎？也要花100到150歐元。如果是150歐元，就是1200塊錢。光是打個洞啊，朋友們，打個洞一般最多是5分鐘的時間。因為我看到過，比如說我當時在我老家就買了空調，然後呢，師傅到我們家去安裝，我就從頭到尾我就看到他們是怎麼打的，大概就是5分鐘時間。而且在国內的时候，我就覺得100塊錢也不便宜了，但是在德國打個洞竟然要花100到150歐元。如果大家以為我誇張了，你們也可以真的隨便問，比如說問豆包，在德國買空調費用是多少，還有安裝費是多少，在牆上打洞的費用是多少，他都會告訴你。那這樣證明我沒有說謊，我沒有誇張。在德國，再熱也好，你想裝空調，你裝不了啊！你作為租客，如果僱主不同意，你也裝不了，對吧？然後呢，如果是那個業主的房子，其他業主不同意，你也裝不了。另外一個就太貴了，一台就要2000多歐元，一個月工資就沒了，不吃不喝。所以在德國啊，不能實現空調自由，有各種原因。另外就是最後呢，加上這個意識形態，用道德來綁架你。要你更環保，反正熱就熱唄。他們說幾天就過去了，一忍就過去了。比如說下周日呢，就又涼快下來了，所以呢沒那麼嚴重。其實我想好了，現在不是沒貨嗎？斷貨對吧？等秋天、冬天來了，我相信呢，這美的這款免安裝分體式空調應該有貨。如果到時1000歐元左右，人民幣8000塊錢左右，我肯定會買。我把它囤貨到下年夏天，也就是2027年天熱的時候，我就可以派上用場了。否則到時呢，又會炒到5000歐元。好的，朋友們，這就是我今天想給大家說的啊。就在德國，雖然是熱浪席捲整個西歐，但是至少從德國還有法國一些地方來說，沒有安裝空調的自由。原因我剛才說了，你們覺得像這樣是不是太離譜了呢？但是這就是在德國的情況呀，朋友們，真的，今天早上我說的啊，我非常眼紅中國的豬，它有空調，這是我的真心話，因為我家就沒有空調，我現在在家裡坐着，只是個電扇，家裡的那個溫度就超過了32度，外面更是40多度。哎，太可憐了，太可憐了！我真的特別的羨慕你們在國內可以實現空調自由，不管是農村還是城市都有。另外一個呢，沒有空調自由，那就在德國的電費也不便宜啊。德國電費人民幣2-3塊錢一度啊，在中國一般是5毛多，對吧？這裡2-3塊也要5-6倍啊。但是德國人收入沒有中國的5-6倍，所以整個比起來，
就是在德国安裝空調的成本，運營空調成本真是太多了。還有每年要清洗、要維護，每年要花300-400歐元。朋友們，300-400就相當於在中國又買一台新的那個空調了。但是在德國做一下清理、做一下維護，又要那麼多錢。哎呀，到處都要花錢呢，花錢如流水。還有那些一天到晚吹德國福利的、免費的，這樣免費的那些人，也請出來說說德國的情況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朋友們，那今天節目就到這裡，感謝各位，我們下期見。